凯特，你要不要讲讲你最喜欢的凯特王妃用什么方式保持身材？我听说她年轻的时候还挺丰腴的，现在都生了3个小孩，居然还能这么瘦，连回到她年轻时候的微胖身形都没有。所以啊，传言中她是用了很厉害的减肥法哦，也就是请出我们的减肥大魔王。谁啊？生酮饮食哦？很接近咯，但是更激烈，应该说是双管齐下。难不成断食加生酮？你都忘记我们连续几周讲蛋白质咯？所以你铺陈那么久，就是为了你的凯特吗？不能这么说啦，而是蛋白质实在太重要了嘛。所以是高蛋白减肥法咯。我们第1集不就讲过了？我还以为是什么稀奇的减肥法嘞。况且你讲高蛋白减肥后，最近又接连2集剖析蛋白质的好处跟代谢，大家都知道怎么吃了，我们还用讨论王妃用的减肥法吗？那你就想得太简单啦。传说中的王妃减肥法可不是普通的高蛋白哦，我想应该说是全蛋白减肥法。什么？全蛋白？这么狠，我们不就一下从人类变成猛兽啦？我们还真的一下子变成肉食性动物呢，因为这个减肥法的第1期，除了豆腐以外，就是吃动物性蛋白，也就是以吃瘦肉为主。其实凯特王妃到底有没有用过这种叫杜肯饮食的全蛋白质减肥法，王妃从来没有证实过。我想会有这种传言，或许跟英国每日邮报曾在2011年凯特王妃大婚前报道凯特王妃的母亲是杜肯减肥法的粉丝有关吧。我推测王妃即使用了这种减肥法，应该也不会公开，因为这种减肥法实在有违均衡饮食的主流健康概念。所以英国饮食协会曾从2010年起连续4年将杜肯饮食列为最该避免的名人饮食，甚至前3年还列为榜首。要知道英国饮食协会就是英国的营养师工会，所以他们的权威性可见一斑。因此啊，贵为王妃的凯特需要为民表率，怎么会随便公开推崇这种有违主流健康概念的减肥法呢？那这种减肥法到底是谁发明的？难道不是医界人士吗？怎么会遭到英国营养界这样的对待？还真是医界人士发明的嘞！发明人是来自法国的杜肯医师，专业为神经医学和物理医学的杜肯医师原本在巴黎开了一家普通的诊所。26岁那年，他看诊期间，有一位病患跟他咨询减肥的问题，他要病患尽可能吃瘦肉，多喝水。结果5天之后，病人减掉了5公斤。什么？1天1公斤？真的可能这么快吗？不会是为了宣传而夸张吧？是不是夸张我不知道，不过我比较在意的是大家的肝肾受不受得了。你在蛋白质代谢那集不是讲过，氨基酸分解的时候会产生有毒的氨，需要劳动肝肾细胞做尿素循环，那很耗能的。蛋白质饮食提高到总热量的 30% 都怕造成肝肾负担，需要在摄取前评估一下肝肾功能。更何况这种全蛋白饮食，尤其年纪越大，肾丝球过滤率会随着年龄降低，在没经过医生诊断之前，就更不能随便实施这种减肥法。那么杜肯饮食是怎么风行起来的呢？杜肯医师有了让病患成功减肥的经验以后，就对营养学产生了热情，重新回到医院学习营养学，并在学成之后开设了新的诊所，也在1978年起持续出版减肥相关的书籍。哇，那么久了，原来是上个世纪的饮食法。没错，但是世人会熟知杜肯饮食是在杜肯医师2000年出版《我不知道如何减肥》那本书以后，特别是因为网络发达，论坛上有许多关于他减肥法的讨论，这个减肥法才逐渐风行起来。2011年，这个减肥法因为《杜肯饮食》一书登上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第1名，在美国爆红。而名人间除了凯特王妃的母亲以外，前法国总统欧兰德和美国艺人珍妮佛罗培兹都曾经被报道使用过这种减肥法。法国前总统欧兰德更因此瘦了17公斤呢。所以这个减肥法还真的很猛吗？没错，它的减肥效果不低。根据一篇2021年由巴西顶尖大学圣保罗联邦大学研究团队针对传统减肥和杜肯饮食比较的研究结论指出，杜肯饮食的确比传统限制热量的减肥法有效，但依据这篇研究，其实有些受试者的生理数据是值得讨论的。我们先全盘了解杜肯饮食的内容以后，再来解析。杜肯医师会用全蛋白饮食，除了他认为肉类和蔬菜是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素来源以外，更基于蛋白质的热量低于脂肪。
我们都知道，每公克脂肪可以产生9大卡的热量，糖类产生4大卡，而蛋白质我们一般都说是4大卡，但杜肯医师则精算到3.8大卡。而杜肯医师会选择蛋白质为减重食物的更重要原因，当然就是蛋白质的产热效应。产热效应是指人体消耗一份食物所占的食物热量。我们在高蛋白饮食那集提过，蛋白质的产热效应大约是 30%， 而消化脂肪约需要2到4%，碳水化合物大约是6到8%，同时也因为蛋白质食物能够提高饱腹感，所以杜肯医师就以全蛋白饮食作为他减肥法的核心内容啦。难道真的一点糖类脂肪都没有吗？生酮饮食和阿金饮食都还能吃到20克到5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杜肯饮食真的除了蛋白质以外什么都不吃吗？在第1期里面是这样的，在第2阶段也几乎没有吃到什么糖类，所以我为何会说杜肯饮食是双管齐下？也就是说，它这方法等于是生酮饮食的燃脂效果，再加上蛋白质的高产热效应，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个研究会说它的效果优于一般的减肥法，也就不足为奇。但它真的有那么好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饮食内容。杜肯饮食也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供给期，你可以依据你所要减掉的重量去安排第一时期所需要实践的天数。例如，你想要减掉10磅，也就是 4.54 公斤，需要1-2天；15到30磅，也就是 6.8 公斤到 13.6 公斤，需要3到5天。经过医师的同意，最长可以实行7天。在第1期里面，你可以吃各种瘦肉、烤牛排、去皮鸡肉都可以，只要不吃肥的部分。但杜肯医师可能觉得猪肉跟羊肉比较肥吧，所以排除在外，是属于第1期不能够吃的食物。鱼则是都可以吃，不管是肥的还是瘦的，鱼皮也可以吃，各种海鲜也可以吃，最好是用蒸的还是烤的。鸡蛋当然也可以吃哦。乳制品每天不要超过500克，每天喝2公升的水，豆腐也可以吃，还有吃 1.5 汤匙的燕麦麸和每天步行20分钟。其中会强调使用燕麦麸，是因为杜肯医师认为燕麦麸遇水膨胀率很高，遇到水分像咖啡、汤、茶还是水，可以膨胀超过自己体积的20倍。这样燕麦麸跟液体的食物进到胃膨胀以后，就会降低食欲。而杜肯医师也认为燕麦麸非常粘稠，会粘住部分食物，将热量带出人体，有利减肥。我们知道燕麦麸富含水溶性纤维和非水溶性纤维，对肠胃道健康和减肥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以后再做影片深入说明。第2阶段是巡航阶段，杜肯医师说，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了蛋白质之后，加入了减肥的第2个引擎，也就是蔬菜。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吃，只要你不要弄错，把马铃薯、玉米、山药这些淀粉类的食物当作蔬菜，像番茄、黄瓜、萝卜、各种叶菜类还有豆类都可以吃，但你的蔬菜只能隔天加进去，也就是1天吃肉和蔬菜，1天只吃肉类。还有每天吃2汤匙的燕麦麸，运动要增加到30分钟，但如果这时候产生了减肥停滞现象，运动就要增加到60分钟，连续做4天。食物也可以改成2天蛋白2天搭配蔬菜，或更多的天数纯蛋白搭配同样天数的加蔬菜，最多各5天，让你度过这减肥的停滞期。这个时期看你要减掉的磅数是多少，就实行3倍的天数，1磅是 0.454 公斤，想减1公斤的话就实施个6-7天，以此类推。这2个阶段算起来时间可不短，如果要减10公斤，少说也要2-3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光吃肉，肾脏受得了吗？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圣保罗联邦大学研究团队的具体数据。我们先把这个减肥法说完。第3阶段是巩固期，看你减掉几磅，磅数的10倍天数就是你要实施的天数。也就是说如果你前面2期减掉了10公斤，1磅等于 0.454 公斤，那你就需要实施至少220天。这个时期分成2个阶段，将你要实习的天数一分为2。前半段你每天除了肉类和蔬菜以外，可以多吃1份水果、2片全麦面包、1.5盎司的乳酪，也就是45克2片 cheese 片，每个礼拜1份淀粉类食物，每周1次庆祝餐。庆祝餐你可以吃1份开胃菜、1份主菜、1份甜点和1杯葡萄酒。这时期的后半段你可以吃2份水果和每周2份煮熟的淀粉，还有2次庆祝餐，其他的都跟前半段一样。1份水果大概等于1个小型的苹果，1份淀粉大约等于1/4碗饭。
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吃，除了香蕉、葡萄、樱桃和无花果。每周4要维持全蛋白饮食。第4个阶段是稳定期，你可以吃所有的食物，但必须在每星期4的时候实施全蛋白饮食，并且每天吃3汤匙的燕麦麸，每天运动20分钟，有机会的话就多走楼梯。稳定期1个礼拜只有1天吃全蛋白质，真的有办法维持不复胖吗？我很怀疑。杜肯饮食以不复胖自诩，但是它的复胖率从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这份数据看出来，应该会不低。这个研究中完成研究的34位肥胖人士共做为期12个月的实验，他们分为2组，一组实施杜肯饮食，一组每天限制热量约为1500大卡到1800大卡。结果，对照组体重减轻了大约2.9公斤。杜肯饮食这组体重最后虽然减的比较多，但其实他们体重持续减轻6个月以后，到了第12个月又增加了3.41公斤，最后一共减轻了10.6公斤。所以他们减肥的最后阶段已经有了复胖的趋势。更令人讶异的是，本来吃蛋白质基础代谢率应该比较不会下降，但相对于对照组，基础代谢率大约只下降约28大卡。杜肯饮食这组却下降了152大卡。还有值得关切的是肾丝球过滤率，杜肯饮食这一组从每分钟132.5毫升降到每分钟113.8毫升。研究中提到，杜肯饮食在前面3个月观察到肾丝球过滤率下降的情况，虽然还在正常范围以内，但高蛋白饮食的确会影响肾丝球过滤率，进而导致肾功能逐渐丧失。所以，即便杜肯饮食前面2个阶段的全蛋白饮食不是一直持续，但带来的肝肾功能负担仍然不可小觑。在没有医师的评估下，千万不能贸然实施这种全蛋白质减肥法。而且一般来讲，高蛋白饮食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率，我们在讲阶梯式减肥法那集提到过。但为什么全蛋白质饮食却反而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呢？因为脂肪跟糖类也很重要啊，人体没有脂肪这种储备能源，也没有糖类这种立即可用的高效能源，不会吓坏了掌管新陈代谢的下视丘，才怪呢。